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在某个特定的方面总是在经历相同的宿命轮回？无论是反复遇到相似的糟糕伴侣，还是在工作上重复遭遇同样的挫败，这种命运的强迫性重复，在神经科学中被称为大脑的预测编码。大脑并不像摄像机那样被动地记录世界，它是一个积极的预测机器。为了节省大脑运行的能量，它会自动将过去最刻骨铭心的经历，特别是那些创伤经验，投射为对未来的必然预测。于是，你的未来成了你过去的重复放映。要理解预测编码，我们需要明白大脑的运作哲学。大脑仅占体重的 2%， 却消耗了人体 20% 的能量。为了生存，大脑必须成为极致的节能主义者。如果每次感知外界都需要重新处理海量细节，大脑系统早就宕机了。因此，它采用了由上而下 （top down） 的预测机制。它利用记忆库中的旧模板去直接脑补眼前的现实。如果旧模板里写满了被遗弃的痛苦，那么当你遇到新对象时，大脑就会自动预测他最终也会抛弃我，并据此指导你的言行。这种自动化预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证预言。当你的大脑预测某人会伤害你时，你的神经系统会提前进入防御状态。你会表现得冷漠、多疑，或者用过度的控制来测试对方。这些防御性行为最终会耗尽对方的耐心，逼迫对方离开。当这一切发生时，你的大脑会欣慰地说：“看吧，我早就预测到了。”大脑不在乎你是否快乐，它只在乎自己的预测是否准确，因为准确的预测意味着系统不需要花费额外的能量去处理意外。这就是大脑的生存安全感。从禅修和觉察的角度来看，预测编码是业力 （karma） 在物质大脑中的具体体现。业力不是神秘的外在惩罚，而是你未被觉察的潜意识惯性。这种惯性在你的大脑中刻下了深沟，让你的意识水流自动流向痛苦的旧路。当你活在大脑的自动预测中时，你其实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你只是一个被过去代码控制的机器人。唯有通过觉知的介入，在预测转化为行动的短暂缝隙中，你才能重新夺回意志的控制权，打碎命运的牢笼。要打破这套预测编码，我们需要练习感官清空，这相当于给大脑的预测系统进行数据清空。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情境或新的人时，我们要学会放下所有的旧滤镜。就像禅宗所说的初心 （beginner's mind）， 以一种完全不带预设立场的空性去倾听、去观察。当大脑无法用旧有的创伤模板去匹配当下时，它就不得不去处理真实的感官输入。这种主动的不预测，是在强迫大脑建立新的神经连结，打通通往新现实的道路。在心智系统运作中，预测编码就像是写入主机板的硬编码 hard coding。童年时期的巨大创伤会让大脑为自己设定一些预设防御代码，比如主动展示脆弱是危险的。这些代码在过去可能保护过你，但现在却变成了限制你进化的遗留代码 legacy code。它们占用了大脑宝贵的频宽，阻止你接收更高频率的爱与信任。觉知的工作就是去找出这些隐藏在底层的神经代码，然后用理性的光芒将其重新编译。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不断根据预测误差 prediction error 来调整的。当大脑预测会受伤，但现实中你却得到了温暖的反馈时，大脑就会产生一个预测误差信号。这个信号是改变大脑神经网络的黄金密码。每一次你打破防御，勇敢地面对真实，并收获不一样的体验时，你大脑中的旧创伤模板就会被修正一次。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实践，
你正在通过创造新的预测误差来重写命运的轨道。当预测编码在后台持续运行，它不仅消耗能量，还在物理上摧毁你的肉体。预测危险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和压力荷尔蒙过量分泌。长期活在大脑的创伤预测中，身体会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你的身体是替罪的羔羊，代替灵魂承受了这场虚幻战争的炮火。当你通过禅修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的平安时，你是在向身体发送警报解除的信号，让自主神经系统能重新回到修复与平衡的副交感状态。意志力的本质不是用意志去抗拒大脑的预测，而是用觉知去照亮预测的虚妄。当你看到那个我会失败的预测只是一个神经元的电信号，而不是真实的未来时，它的威力就会消失。你不再被它绑架，你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不跟随那个预测，而是以当下的真实情况为依据，做出全新的回应。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诞生，这也是你从机器人进化为自主生命的神圣起点。心理学中的强迫性重复，本质上是大脑试图解决旧有创伤的拙劣尝试。大脑潜意识地寻找与过去相似的伤害性情境，天真的以为只要这一次我们成功扭转了结局，就能疗愈过去的伤口。然而，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过去无法被改写，而你只是在重复受伤的痛苦。真正的疗愈是意识到你不需要去改写结局。当你全然接纳了过去的伤口，那个寻求改写结局的强迫性重复就会停止，预测编码的锁定就会解除。大脑的预测系统是非常精妙的，它能在微秒级的时间内做出预测。当你意识到大脑的预测编码时，你已经走在了改变的路上。练习在每一次起心动念时留出一个觉察的空隙，在这个空隙中，不急于做出大脑自动化预测引导的防御反应，只是允许那种不安、怀疑或恐惧的能量存在，看着它，呼吸它。在这个清明的中立状态中，你会发现那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正在消融，你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掌控权。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解耦的过程，我们需要解除大脑的预测与当下的现实之间的强烈绑架。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的感激。谢谢你，亲爱的大脑，我知道你预测这些危险是为了保护我，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未知，我现在是安全的。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在潜意识层面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降低它的防御等级，让系统能重新接收当下真实的爱与信任。当预测编码的旧回路被切断，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经历一次深刻的重塑。那些长期用于防御、怀疑和焦虑的频宽被释放出来，你可以用它来感知生命的美好、创造力和深刻的同理心。你不再是一个命运的受害者，而是你自己生命的艺术家。你可以自由地编写你的代码，自由地创造你的未来。每一次对预测的超越，都是对命运掌控权的一次夺回。你就是那个城市设计师，编写你自己的觉醒人生。在神经可塑性的机制中，大脑非常看重新奇感 （novelty）。当你主动打破常规，做出与预测完全相反的行动时，大脑会受到强烈的刺激，释放出一系列的神经递质来加速新回路的建立。这意味着，如果你大脑预测你去参加社交会被排斥，而你却鼓起勇气去展现友善并收获温暖时，你的神经系统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升级。勇敢是唯一的解药，行动是重写大脑代码的最快路径。从能量医学的层面来看，预测编码的旧模板是残留在身体中的能量结节。当一个创伤发生时，如果情绪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和整合，它就会固化在肌肉、
结缔组织和神经网络中，成为一个持续发送危险警报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在思想上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度的呼吸、身体的放松和情绪的释放，来物理的清理这些能量结节，解除大脑的创伤预测锁定。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是释放这种虚假掌控感的第一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从不犯错的超人，也不需要去改写过去的历史。你只需要接纳当下最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脆弱、你的恐惧和你的不完美。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中，你大脑的预防性预测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结果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虚拟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安。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一个几率分布模型，它推算的不是绝对的结果，而是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当你活在痛苦的预测中，你是在人为的把痛苦的几率调到最高。禅修的功课是让你的心回到0度共振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不对未来做任何概率上的预设，所有的可能性都以平等的几率并存。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波包叠加态。当你的意识处于这种无差别的空性中，实相的选择权才重新回到你的手中。自由意志的实践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自我定义的责任。当大脑向你发送一个预测说你是懦弱的，不要去相信它，也不要试图去反驳它，只是在觉知中做出一个勇敢的行动，来重新定义此时此地的你。这就是意志的创造力。你不是一个被过去的代码写好的既定程式，你是一个在每一秒都在写入新代码的动态进程。大脑的预测系统随时在等待着你的重新设定，你就是那个最终的程式设计师。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过去的错误，你大脑的预防性预测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结果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虚拟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安。这种接纳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强大的心灵臣服。臣服于真实，抗拒才会停止，能量才会收回。你开始发现，生命的圆满从来不需要完美的决定来支撑，它就在你全然接纳的当下。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警惕大脑的预警编码。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对未来感到莫名的焦虑，或者本能的想去逃避某件事时，在心里大声的喊停，然后问自己，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还是大脑利用过去创伤进行的虚拟预测？辨识出这两者的区别，是破除宿命轮回的第一步。用当下的真实去照亮虚拟的幻想，你的神经系统会重新配线，你对当下的敏感度会远高于对过去的依恋。你正在重新夺回心智的主导权。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过去定义，也不再为未来焦虑。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回头寻找答案，答案自然会在当下浮现。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在那里，你与自己达成了大和解。你的内在不再有战争，你的人格走向完整。你开始明白，生命的圆满就在此时此地。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物理宇宙的基本法则。大脑试图利用预测编码去锁定未来的因果，是一种徒劳的试图。当你学会了臣服，放下了主动对抗的能量，你的内在就不再有焦虑的噪音。预测编码的旧模板开始像灰尘一样从你的心智荧幕上脱落。每一次对预警编码的忽视，都是在给你的神经网络铺设新的高速公路，
让你的意识能更加顺畅地流动。这就是你重新编写的觉醒人生。你不再是那个被旧创伤绑架的人，而是一个自由的创造者。最后，我们会发现这场宇宙超级躲猫猫的大结局。至高意识通过你这个个体，不断地把自己打碎、重组、观察、觉醒。你所经历的所有创伤、后悔和觉悟，都不过是他在体验自己。原来，这场游戏的玩家与关卡，全部都是他自己。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在终止了预测编码的自动投影后，你终于看见了造物主的微笑。在这一瞬间，时间消失了，空间消融了，只留下当下那绝对的、永恒的平静与喜悦。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现在，你可以安心地沉入沉睡了。你的大脑预报系统已经被重置为当下的安详，交感神经系统完全退居幕后，副交感神经系已经全面接管。呼吸变得无比悠长，心跳平稳而有力。每一次心跳都在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发送着平安与慈悲的代码。那些残留在身体中的痛苦结节，在睡眠的深度修复中，如冰雪遇到暖阳般消融，化为滋养你灵魂的养分。我们在下一个充满爱与自由的早晨再见。